嘿，大家伙早喽！10月13号星期五，看太阳出来了。今天出发的晚，今天6点10分才出门。为什么出发晚呢？因为周日的比赛9点50才起跑，这是除了国外的马拉松，就欧美的马拉松，尤其是美国的，有的起跑晚，像纽约跟波士顿都晚。除了这些以外，这是我最晚起跑的比赛了，稍微的调整一下。今天先轻松跑到大阪城，然后冲一冲就回家。明天就全休了，明天起来就准备去东京。身体状态不能说太好，不能说太坏，就是平均水平。因为毕竟和准备全程马拉松不一样，就很平淡。因为半马很多时候可能靠的是当天的发挥，尽力而为，是不是？因为这次东京的半马是奥运选拔赛的之后的配套赛事，还是很激动的。我们存完包以后就可以看那个 MGC 出发，看完他们出发，我们再去出发点。一会儿咱们今天聊评论，然后再闲聊两句就结束了。在那等个红灯。现在已经有点凉了，现在外边的气温是12摄氏度。但愿能够保持到周日，看看东京是什么天气，会不会有大风？因为东京有大风的可能性要比大阪高一些。我个人感觉啊，不是很有科学什么依据。行，那咱们一会儿聊评论啊，加油干，加油干！今天咱们早点开始。比赛决定穿的鞋是第3代的 Vaporfly， 因为毕竟上一场半马穿的就是它。虽然会感觉没有那么有劲儿，但是还是求稳这次。因为其他鞋都太旧了，阿尔法 Fly 我又搞不定。我现在所有的鞋基本上都在800公里以上，很多都是1000公里以上了。就这双还新一点。我一般不会为了半马比赛特意的准备鞋，因为基本上到最后的几公里感觉不到鞋了。好，第一个，自己的水平是多少，值不值得买手表？这也没有什么值得不值得，您只要是经济上能接受，就买呗，买自己喜欢，对不对？这也不重要。全马不管用什么配速都抽筋儿，为什么？因为跑的还不够多呀。我原来也是这样的。我的第一场北京，第一场上海，第一场厦门，然后第2年的北京，第2年的东京，第3年的柏林、伦敦，还有第4年的北京，全都抽筋儿。第一次没抽筋儿的比赛是芝加哥，那次跑了3小时54，之后除了今年的波士顿那次再也没抽过筋儿了。之前全是30多公里小腿就抽筋儿了，正常。周末的比赛之前已经10多周的稳定训练，生病了最近。那这个事儿真的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也有小伙伴说受伤了，周末的比赛跑不了了。我也有过因为受伤
放弃比赛的时候，这都是不期而遇的。这就像之前我跟大家分享准备马拉松，最后像比方说今天还要冲一冲，其实冲一冲是有受伤风险的，但是怎么办呢？你不能因为害怕就不做，你做了，比赛其实是你所有准备的最后一环，你这过程中有很多收获的，就是不要被比赛成绩所限制或者所绑架。我有时候也跟自己说，就是我不太可能永远都是同样的优秀的状态，我也会有各种起伏，不管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但是我会很努力的在咱们这个频道里跟大家分享我心理的和身体的正面的部分，但是我不能保证永远都能做到，我会很努力的。我也有的时候跟自己纠偏，说不要被这些事情所困扰，就做好当前你觉得今天，比方说今天起来你去晨训，你做好你今天能做的就可以了，是不是？别太往心里去。那天跟他们聊天，他们就说，因为这边比赛多，所以他们就有一个习惯，说这次不行，下次呢，一次次努力。这是我觉得最近这3年我缺失的东西。以前其实国内的比赛也很多呀，你想周参赛都没问题。那时候真的，你要是一直持续下来，持续到现在已经第4年了，那肯定心里已经是这次不行就下次了，对吧？这次大家看重的原因是，可能是检验成绩的一次，我都能理解。10公里按马拉松配速4分15跑，没问题。但是您说的这个，我不确定，您是很轻松的还是全力以赴的？想全马破3。对，您说的没错，全马破3就是4分16，但是4分16不行啊，一般得4分14，因为全马你要多跑一些。如果您是相对有点极限了，那没戏。就我说的有点直接，您别介意。就是全马破3，我觉得对普通人来说，不能按照那个平均的配速来看10公里。我个人不成熟的小建议是，对于普通跑者，5公里进20， 10公里进40，就是全力以赴的能力，是全马破3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如果这2个达不到全马破3，除非您是那种耐力型选手，否则真的有难度。也并不是说马拉松上来前5公里、前10公里就跑那么快，只是说它证明了一种能力。个人建议啊，但是您这么有信心，您可以试一试，没问题的。按照415起跑，如果跑到28公里，还在3小时的目标以内，那就努力冲一冲。我很少跑30公里的长距离，是的，不光在这儿少，在这儿更少了，在北京也少。这是我明年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或者是冬训开始以后要解决的问题。今年1年解决了强度课的问题，原来我强度跑的不多，现在是长距离跑的不多，但是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成绩的影响不那么大，因为你积累的够多了，但是跑的多一些会更好。您说的对，这个找一期咱们单独聊。怎么恢复？现在月跑量增加到300，又是按摩又是各种主动恢复，还是觉得累。我也是的，我刚到300一个月的时候也特累，但是那段时间我持续的短，我很快我到了400一个月。到400一个月以后，必须2周或者1周就按摩一次。那时候肌肉什么时候按什么时候是疼的，但是适应了就好了。而且马拉松这些东西其实很奇妙，就是你看我现在的体态和状态和2年前其实没什么区别，但是能力就区别很大。马拉松从外在看不出来，
并不是说你练着练着你肌肉变强了，你能看出来，你说现在比以前强了，不是这样的。那它整个从训练也是个系统工程，恢复能力什么的，你身体发现自己恢复不过来，恢复能力也会慢慢的增加。半马自测的配速是5分24，5分24好像是160的心率吧，我记不住了。然后手表告诉您的阈值是180的心率，452的配速。比赛怎么办？我觉得半马全程顶到180可能也不现实，会有难度对您来说。因为看您的配速还是算是还有进步空间的类型，我建议您按照5分10或者5分来起跑，因为半马毕竟很短，你就算顶不下来也不会掉得太厉害。13公里之后再看。家里离公司1.5公里，能不能用这个通勤来凑跑量？你要单纯凑跑量没问题，但是如果您就是匀速慢跑，可能最多就是让您的肌肉保持活性，对成绩的提升不大。不过跑了就比不跑强。穿碳板跑20公里就小腿疼，是不是不适应？是小腿肌肉还不够有耐性，所以很多人说碳板不要一开始就穿，或者说力量不行的时候不穿。不是说完全的是这样，你想穿就可以穿，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它会让你的发力会有一些小的改变，或者更多的不是碳板让你改变，是鞋的前后落差会让你的发力有一些改变。还有小伙伴就是说，每次跑完脚底都疼，是跑姿问题吗？不是跑姿问题，是跑的还不够的问题。跑2年就不疼了。一般的业余爱好者，刚开始跑步的几年，经历最多的就是脚疼，因为城市人口都不用说城市人口，只要现在现代人，脚是我们退化最严重的一个地方，因为从小就穿鞋，对吧？没办法。43岁的一位老哥，半马1小时32，要跑全马了，然后问我能不能按照半马的配速跑。您不用那么客气，我也回您了。我看您自测了一个30公里，按照那个配速跑吧，问题就不太大。到这个年龄都是耐力有余，速度不足了。如果30多公里崩了也就崩了，没关系的。首马想破4，首马破4是多少？5分40吗？我看您贴的您的训练成绩都是5分10几，不过这也不好说，看人。我那时候训练成绩都是4分45的时候，我也觉得破4特艰难，耐力不行。还有一位跑者说呼吸，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任何时候我都建议口鼻一起呼吸。您说像南方冬天5、6度，湿度大，比北方零下20多度还难受，那其实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经历过北方零下20多度的跑步。如果您有，那可能就是每个人适应能力不一样啊，因为您在那边生活习惯了。那也不对啊，您在那生活习惯了，应该更喜欢您生活的地方。就像我在北京觉得我嫌北京湿度都大，但是南方来的小伙伴就像我说的似的，那早上起来流鼻血，对不对？我那年冬天去厦门去广州，给我热的我都不行了。有一年是3月份去广州出差，在二沙岛跑步，我觉得我都要死了。当然那时候能力太差，但是这不矛盾呀。就像上周那个比赛那么热，那也得
张嘴喘气，水分流失的多就喝水呗，是吧？冬天也一样，你呼吸道的，就是能够抗刺激的能力，也是能力的一方面嘛，对吧？那为什么小朋友哪儿都比较柔弱？不是因为他不练，是因为他还小，他经历的还少。不过好消息是可以在这边试一试这边的冬天。今年冬天就春节，咱们在北京再试试，还能不能受得了零下20多度的北京？春节前后呢，看看这边跟上海差不多。我看看5、6度能不能把我魔法攻击死。不过你们也注意，去年我的视频冬天的时候在北京，我都戴一脖套，特冷的时候，刚开始跑的时候，脖套糊在嘴上，一开始不要一下那么刺激，慢慢来，适应了就好了，是吧？那天石川先生也分享，他就说，口鼻呼吸有很大的好处，就是用嘴啊，主要是说你的呼气效率会更高。有的时候就跑间歇，他说你在刚跑完一组，脑袋都昏沉的时候，注意是跑完的时候啊，休息的时候，你先用嘴大力的把气呼干净，然后用鼻子猛地一吸，就会有清醒感。他分享的经验。比赛过程中不要试啊，一万一下昏过去了，尴尬了。行吧，准备的评论都回的差不多了。还有一位小伙伴说日本的车是最安静的，我觉得不是啊，就是我是不太懂车，但是我每天能听见呀。那油车就是比电车声大呀，还有炸街的。行，加油干，加油干！咱们训练后见，要冲2组。10月13号清晨7点，星期五，漫长的工作的一整周要过去了，是吧？晨跑结束啊，10公里，47分58，平均配速4分48，就最后那1公里，在公园里那1公里，跑到半马的比赛配速就是3分40左右，跑了1公里多一点，然后就又慢跑回来。最快的那1公里是正好是3分40，速度控制的也还行，平均心率144，那1公里的心率跑到171。我估计这个气温现在是7点，如果是周日再过3个小时起跑，9点50，然后10点50，差不多11点半之前就肯定可以跑完。应该气温要在16、17度，如果跟今天气候一样的话。但是还不知道具体到那个时间段的气温，明天就能知道的比较准确。然后它的流程是必须要带手机进场，所以呢，带手机进场以后，应该只能就存掉它吧。然后特别他那个运动员手册上特别说了，从进到准备区域到起跑之前就没有卫生间了。进到起跑区域的时间点最晚是9点15，然后起跑是9点50，所以这些其实都是要准备。很多小伙伴会说比赛之前的早上多喝点水，起来以后，然后前一天多喝水什么的，这些你其实要考虑之后的这个事情，就是你比赛之前的卫生间的问题啊，还有什么的问题，这些他得综合考虑。所以老说马拉松是个系统工程，对吧？你像北京马拉松或者很多全程马拉松，在等待区域也能去卫生间，这就挺好的。等待起跑之前，有的就不行，那也就没办法，是不是？行吧。今天就最后一个训练日，明天休息，明天也不发视频了。然后后天呢，跑完就得马不停蹄的去车站回大阪，所以视频可能不能第一时间剪辑，可能会在周一才能发出来了，这大家见谅，因为周一这边还有工作室，周日必须完了就马上回来。周日跑完，我估计全都弄完，可能得12点。
离开那个国立体育场，然后去到东京站，然后坐车2个2个多小时到这边，从这边坐车再回家还得几十分钟，到这边可能就晚上了。行吧，那就这么着，还是最后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那咱们加油干，加油干！我也努力的去准备，咱们下周见。